昔日单车少年郎，如今监狱当球王。他20年前加盟皇马时风光无限，成为球风华丽的代表和巴西足球的超级新星，生涯辗转多支强队，还曾加盟广州恒大。然而如今的他早已和桑巴魔裔、皇马10号、巴西队长、辛贝利这些标签无缘。不仅因为犯罪，他的前东家们都与他划清界限，更在全球最出名的巴西监狱服刑。唯有监狱 FC， 他还有机会过过当球员和教练的瘾。别人只是未能兑现天赋，他直接因暴力重罪锒铛入狱。罗比尼奥，他的足球生涯没有故事，全是事故。发了老球王贝利的乌鸦嘴曾奶死过无数球员和球队，很不幸，同为贫民窟出生的罗比尼奥也是其中之一。不到18岁在桑托斯出道，作为主力3年拿5冠，踩单车、牛尾巴等技巧炉火纯青。即便是足坛的大佬贝利，也要和媒体一起和罗比尼奥玩互动，并钦点他为新贝利。按照我们的说法，老前辈稍稍有点蹭流量的嫌疑，因为当时罗比尼奥的人气实在太高，在民风淳朴的巴西，立刻有绑匪绑走了他的母亲，并足足关了6周，拿到赎金后才放人。包括罗马尼奥的父亲罗比尼奥和格拉菲特的母亲都遭到过绑架，绑架不愧为巴西的特产之一。这也促成了年轻球员稍稍有点名气，就赶紧拖家带口去欧洲避难。在母亲获救后不久，他就转回到了银河战舰皇家马德里，并继承了飞哥的10号球衣，首秀就助攻大罗破门。罗比尼奥在皇马待了3个赛季，拿到2个联赛和1个国王杯。不能说他137场35球27助攻踢得不好，但却完全没达到皇马对他舰队核心的期待。他有足够的能力一个人扭转战局，但却很难保持稳定的状态。他能够连过数人，但无法帮助皇马在欧冠中有所作为。以今天的视角来看，球风过于花哨的球员成就一般很有限。千禧年后，除了皇马、国米等球队还在迷恋前场巨星，大部分俱乐部其实都转向更加均衡的舰队理念，强调整体重用对抗，不再过分依赖单兵作战，更不能轻易丢球给对手反击。足球战术的升级，对待球员的特长需求也更加功利和务实，而这恰恰与罗比尼奥擅长的格格不入。卡佩罗和舒斯特尔两人皇马教练对罗比尼奥的使用都很头疼，踢中路身体和射术都不行，踢边路不让他带等于自废武功，让他带爽了，球队则要承担丢失球权后被打反击的风险。前插一般，传中不行，防守完全看心情。按照现在的眼光，是妥妥的毒瘤踢法。那皇马没尝试改造他吗？当然有，但罗比尼奥不为所动，外加沉迷夜店不自律，导致他的皇马的境遇每况愈下，球队更是认清他当不了基石的事实。巴西人在队3年，皇马3次止步欧冠16强，终于让管理层开始着手重建。但皇马边锋的头衔依然响亮，到罗比尼奥试水自由球员市场时，立刻引来了英超双雄的关注。2008年夏天，罗比尼奥一直和切尔西走得很近，但又在关窗前，刚刚签手阿布扎比财团的曼城突然杀出，以打破俱乐部转会费的记录签下。08到09赛季，罗比尼奥踢得非常好，各项赛事16球11助攻，面对斯托克城上演帽子戏法，还连破蓝军枪手热刺球门，英超首手榜名列第4。上半赛季一些球迷都在笑话皇马怎么放弃了这么好的球员，结果赛季末一看排名，有了钱的曼城只位列英超第10，排名还降了。他踢爽了，防守崩了。尴尬的是，第2年特维斯刚进队，罗比尼奥就受伤休战，曼城反而成绩变好，一度杀入欧冠区。但复出后，不到26岁的巴西国脚已经沦为只能替替垃圾时间的边缘球员。不甘心坐板凳的罗比尼奥租借回了母队桑托斯，又在半年后转回 AC 米兰。罗比尼奥在米兰城赶上了好时候，第1个赛季他就与伊布、帕托、卡萨诺等人撑起了红黑军团的火力，在赛季末拿到意甲冠军，又在几个月后在北京举行的意大利超级杯中再夺1冠。但很快夜夜笙歌、沉迷酒精、自由散漫、暴饮暴食，一个巴西球员可能出现的问题在罗比尼奥身上一个不落，甚至他以思乡病和压力太大为由缺席过比赛。当后防中间巴西队长蒂奇离队后，罗比尼奥的表现几乎可以用失控形容，单刀不进和浪费机会能出个极尽。12到13赛季只有2个进球，并开始进入比赛受伤、养伤期间不自律、复出后没几场比赛又受伤的恶性循环。13年夏天，就在米兰同意与降薪的罗比尼奥续约后不久，这颗定时炸弹在场外终于爆了。巴西人卷入了一起极其恶性的案件，他被指控在13年1月，也就是他养伤期间，在米兰一家夜店与几个人性侵了一名喝醉的女性。受此影响，巴西人几乎场场梦游。为了逃脱处罚，除了找律师应对，赛季刚刚结束就光速跑回巴西，租借回愿意接受他的母队桑托斯。同时为了避免被意大利警方逮捕，罗比尼奥从此再未踏足意大利半步。随着检方公布巴西人犯罪的铁证，尽管还未宣判，但米兰已经架不住汹涌的舆论，与罗比尼奥解约。
不过很快，罗比尼奥就不甘心继续留在巴西，他来中超了。那时广州恒大的主教练是巴西名帅斯科拉利。经历了猎豹穆里奇离队、外援阿兰重伤后，他们急需补充一名边路快马。执教切尔西时期就想签下罗比尼奥的大菲尔终于如愿以偿。然而广州球迷并没有等到一个视防守球员如草芥的单车少年，反而看到了一个进攻漫不经心、防守懒懒散散，经常会被中超后卫军训的瞌睡虫。连老乡斯科拉里都忍无可忍，直接撤了他的主力位置。到了15年年底世俱杯时期，这个巴西前国脚连替补出场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只留下了10场比赛3个进球，半年就赚走了600万美金。随后的巴西人辗转于巴甲和土超，但完全不踏足任何可能被意大利引渡的国家，最终在2020年草草退役。刚想转型教练，法律的铁拳直接砸下。经过2次上诉后，2022年意大利法院作出终审裁定，巴西人强奸罪成立，判处9年监禁。然而罗比尼奥不愿意补回意大利，最终在去年进入巴西监狱开始服刑。和小罗当年的短期羁押不同，罗比尼奥是真的当起了监狱球王。根据最新的巴西新闻，他还在监狱里搞起了足球联赛。好家伙，要不要再拿个监狱世界杯？罗比尼奥几乎是巴西天才高开低走的代表性人物。从韩日世界杯夺冠后，桑巴军团至今20多年，后起之秀几乎个个都无法摆脱场外问题。如果人人都能像蒂席一样敬业、自律，甚至公开喊话主教练渴望重披黄山，巴西说不定早就把足球玩成一个国家的运动了。